1766年5月59岁的欧拉在柏林收拾行李，拉格朗日接下他在柏林学院数学班的位子，叶卡捷琳娜二世派马车在俄国边境上等他们。腓特烈听说后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开来，独眼几何家走了，我可以省一些钱。欧拉的右眼1738年高烧后已盲了28年，而现在轮到左眼了，他唯一还能用的那只也开始模糊。他心里很清楚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但这一集要讲的是失明之后那17年里发生的事。欧拉同时在4个完全不同的数学领域上推进。第一个是天体力学，欧拉1751到1753年就把月球三体问题推到接近完成。他找到了3个特殊平衡点 L1、L2、L3。1772年36岁的拉格朗日接班，补上最后2个 L4、L5。这是欧拉给后人留下的衣钵。还有数论梅森素数 M31的脑算验证，组合拉丁方阵36均关问题，以及死前那天上午助手帮他算赫歇尔刚发现的天王星轨道，还有一个没证完的猜想，2次互反律，他留给了一个当时刚6岁的孩子。13年之后，那孩子给出了第一份证明，他叫高斯。这一集是欧拉系列的完结篇，让我们随着他的思绪一起走完他人生中最后的旅程。1766年7月，欧拉抵达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给他3000卢布年薪加宫廷附近的房子。但他抵达时，他的亲友已经不多了。哥德巴赫通信30多年的老友，1764年11月在莫斯科去世，母亲玛格丽特·布鲁克1750年，他亲自把他从法兰克福接到柏林同住的1761年3月也在柏林走了。这次回来虽然是回到一个老地方，却没剩多少老人。在圣彼得堡的第2个月，1766年8月到9月，欧拉发了一场严重的高烧，烧退之后，他唯一还能用的左眼里也变得逐渐模糊。从这年到1771年这5年里，欧拉已经处于接近全盲状态，他只能勉强分清光暗轮廓，但读不了字，也写不了字。给德国公主的信这本科学普及书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口述完成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是挂名让欧拉当宫廷数学家，他真为国库下了本钱。3000卢布年薪加宫廷附近的房子，1771火灾后亲送4000卢布补偿，1773年薪涨到4500。欧拉这边交付的是宫廷级工作，俄国海军的造船理论，月球三体的完整版月球运动论，1772年圣彼得堡印的，加上助手莱克塞尔拓展的天文观测网。叶卡捷琳娜雇的不是养老金对象，她雇的是18世纪欧洲最贵的一个应用数学家。1771年5月，圣彼得堡大火，欧拉的木屋着了起来。这时，一位63岁的瑞士仆人彼得·格林姆冒着火，把老人从楼上背下来，书稿、家具基本全被烧光了。格林姆后来第2趟回去，把欧拉的一些主要手稿救了出来。叶卡捷琳娜二世听说后，亲自送来4000卢布做火灾补偿。1771年9月，欧拉64岁，已经在近全盲里待了5年。文采尔男爵欧洲当时最出名的眼外科医生来圣彼得堡给欧拉做了一次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很成功。欧拉的左眼视力用了几周时间恢复，他终于能再次自己读字了。然后大约1个月后，伤口感染，从此欧拉彻底失明。失明的欧拉不能写，也不能读，但他有3位助手：长子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欧拉，孙子尼古拉斯·福斯，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莱克塞尔，轮班做他的眼睛。欧拉口述，他们接下来12年，他口述了400多篇论文，占他毕生866篇产出的46%。他最高产的12年是在他完全看不见的状态下完成的。这一集后面的4段数学也都出自这个状态。牛顿1687年解了2题问题，2个互相吸引的质量，轨道是椭圆，可3个就不行，他似乎没有解细节。庞加莱1890年代证明了不存在。欧拉一辈子最纠结的是月球怎么动，这是一个3体问题，地球、月球、太阳互相拉扯。欧拉从1751到1753年就在做这个问题，他写下了月球运动的偏微分方程，月球运动论，柏林学院1751年提交，1753年印出来，3个全要算。欧拉自己说不行，
但他做了第一个简化，一个质量比另外两个小得多，它的轨道近似处在背景里，这就是限制三体问题。两大质量，比如太阳和木星在旋转，第三体，比如一颗小行星，在它们的引力场里运动。欧拉1751到1753在月球方程里发现，这个系统有特殊解。1760年的论文里，他把它讲清楚了。在旋转坐标系里，引力加离心力可以完全平衡，第三体可以静止下来。欧拉发现了3个平衡点 ，L1 在两大质量之间 ，L2 在远离的一侧 ，L3 在另一侧远端。这3个点都在两大质量的连线上，现在叫共线拉格朗日点。这是失明前欧拉在40多岁前后做的工作，他没看到完整结果发酵。1772年拉格朗日接棒发表完整5点论文时，欧拉已经全盲1年。1772年，36岁的拉格朗日在柏林看到欧拉的月球方程，给巴黎学院投了一份新论文《三体问题论》。巴黎学院奖1772年获奖，他补上了欧拉没找到的2个点 L4 加 L5。L4 和 L5 是等边三角形点，它们跟两大质量构成等边三角形，位置在共线之外。拉格朗日当时认为这2个点纯数学结果，没有物理实现，但他错了。200年后，人们发现太阳、木星 L4、L5 实际汇集了12000多颗特洛伊小行星。现代用法 ：NASA 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在地球太阳 L2 点 ，SOHO 太阳观测在 L1、Stereo 和 DART 任务用 L4、L5。这条接力链。牛顿1687，二体欧拉1751到1753月球，三体加 L1、L2、L3 拉格朗日1772，限制三体加 L4、L5 庞加莱1890一般三体不可解，松德曼1912现代数值。失明前的欧拉把球推到了60分，拉格朗日在欧拉全盲那年补到80分。1644年，法国神父马林梅森在物理数学思考里列了一张表，形如 mp 等于2的 p 次方减1的数。当 p 也是素数的时候，哪些是素数？他给的列表包括 m2 等于3，m3 等于7，m5 等于31，一直到 m37、m67、m127、m257，但没给证明。梅森这张表后来发现错得离谱。m67 是合数，克尔1903年当众把它分解了。M257 也是1922年验证，他漏了 M61、M89、M107 是素数。18世纪没人能知道数太大，手算根本算不动。1772年的欧拉64岁，双眼盲，他决定手算验证 M31比2的31次方减1是一个21亿多的10位数，没有计算机，没有纸笔，全靠脑算加口述。他的方法费马小定理加数论筛选。如果 M31 有非平凡因子 Q， 那 Q 必须对62取余等于1，同时对8取余等于正负1。这个条件把候选因子从平方根那几万个缩到几百个，然后这几百个数一个个口述，排除 M31， 靠记忆做加减乘除，助手负4记。1772年，欧拉把结果写在给丹尼尔·伯努利的信里。丹尼尔的父亲约翰·伯努利是欧拉童年在巴塞尔的恩师，1748年已过世。丹尼尔自己跟欧拉是30多年同辈友谊。丹尼尔当时72岁，比欧拉大7岁。2个老人，一个失明在圣彼得堡，一个还在巴塞尔通信里。欧拉宣告 M31 是素数。这个记录保持了整整100年，直到1876年，爱德华·卢卡斯用更聪明的方法验证 M127 才被打破。而卢卡斯用的方法数论根基是欧拉写下的。今天最大的梅森素数是 M82589933， 2488万位。2018年 GIMPS 分布式计算找到梅森素数，研究从1644到今天，欧拉1772是中间一个关键节点。失明的人用脑算了那个10位数，把最大被验证的梅森素数这个记录保持了100年。1779年，欧拉71岁，他口述了一篇论文，关于一种新型魔方阵的研究，欧拉全集编号 E530， 关于一种新型魔方阵
1779年圣彼得堡学院宣读，1782年正式发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后来叫36军官问题。问题是这样：6个团各派6个军官，每个军官有一个军衔，总共36人，能不能在一个6×6的网格里排队，使每行每列都恰好包含每个团和每个军衔各一次？数学化一下，找2个6×6的拉丁方阵，每行每列每个数字都恰好出现一次的方阵，让它们叠加的时候，36个有序对全部不同，这叫正交拉丁方阵对。欧拉试遍了也找不到，然后猜想，当阶数 n 等于 4k 加2，也就是 n 等于2、6、10、14，这样下去的时候不存在正交拉丁方阵。对，这就是欧拉猜想，这是他罕见的基于试辩加直觉外推的猜想之一。78年后，1960年，波瑟、史里坎德、帕克三人，印度加美国，在加拿大数学杂志发表了构造性反证 n 等于10存在正交拉丁方阵对，他们给出了具体的10乘式解。欧拉猜想 n 大于等于10那部分全错， n 等于6还是唯一反例。完整定理同年完成，只有 n 等于2和 n 等于6不存在正交拉丁方阵对，所有其他 n 大于等于1都存在。欧拉直觉错的地方是把 n 等于6这个反例推广到了所有 n 等于 4k 加2，这是欧拉罕见的明显错猜之一，但他甚至错都错的有价值36军官问题，催生了组合设计理论这一整门新分支。今天它用在农业实验设计、密码学、信号纠错这些地方。拉丁方阵就是数独的祖先。71岁的盲老人在1779写下一个错猜想，启动了20世纪一门新学科。1772年开始，欧拉的工作模式定型了。早上助手念昨天的稿子给他听，他口述修改核心内容，每天4到6小时，这样持续了12年。助手累，但欧拉比助手更累，因为一切都要在他脑子里完整跑完一遍计算。助手清单：长子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欧拉做主笔记，后来成圣彼得堡学院秘书；孙子尼古拉斯·富斯做助理；安德斯·莱克塞尔，瑞典天文学家，专门负责天体力学口述。1773年11月19日，第一任妻子卡塔琳娜·格塞尔死，近40年的婚，13个孩子里只有5个活下来，一起度过巴塞尔流亡。圣彼得堡前期迁居柏林25年，圣彼得堡后期重返。卡塔琳娜的死对欧拉打击很重，但他没停下口述工作。1776年7月续弦，萨洛米亚、阿比盖尔·格塞尔，卡塔琳娜同父异母的妹妹，欧拉68岁，萨洛米亚53岁。这桩婚姻在欧洲学术圈引起议论，但欧拉自己很平静，一个失明老人需要一个能照顾他的伴侣。1772到1779这8年，欧拉口述了超过300篇论文，涉及月球、潮汐、天王星、变分法、拉丁方阵、流体粘性、椭圆函数、连分数、二次互反猜想。他的产出从来没下降，反而上升，这是双眼盲后的产出。欧拉75岁那年，越来越频繁地谈论到我已经准备好走了，但他没放下笔。在人生的最后3年，他还在口述新论文。圣彼得堡学院1783年最后一期年报里还有他的2篇。1781年3月，英格兰巴斯的业余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用自制的 6.2 英寸反射镜7英尺焦距牛顿式，在双子座看到一颗会动的星。2个晚上之后，他确认这是一颗新行星，2000年来人类发现的第一颗新行星。赫歇尔起初叫它乔治星，致敬乔治3世。德国天文学家波德后来提议改叫天王星，希腊神话天王。这件事传到圣彼得堡，73岁的欧拉立刻让助手莱克塞尔收集观测数据，他要算这颗新行星的轨道。接下来2年，算天王星轨道成了欧拉工作的重心之一。莱克塞尔整理观测点，欧拉口述参数、距离、周期、偏心率。1783年9月18日是欧拉76年人生的最后一天。那天上午，他还在跟莱克塞尔算天王星的轨道，中午跟孙子玩了一会儿，下午喝茶，点起烟斗，这是他最后一支烟。他这辈子最大的学术对手达朗贝尔，41天之后也在巴黎走了。1783年18世纪那一批数学家几乎同时谢幕。
此讯传到巴黎之后，孔多塞侯爵给法兰西学院写欧拉悼词时讲了一句：他停止了计算，也停止了生命。1783年9月20日，葬礼，东正教仪式，斯摩棱斯基公墓。1837年，遗骨迁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和圣彼得堡学院。说实话，欧拉生命最后一年还留下一份没证完的猜想——二次互反律。欧拉1783年明确陈述了他，但还没证，一份未完成的工作留在桌上。13年之后，1796年，那个6岁孩子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长到19岁，给出了第一份证明。其实欧拉留下的不止这一条。先说数论这条线，西塔2等于派平方除6，解了巴塞尔问题。伽马函数把阶乘推到实数，E 是无理数，伽马常数调和级数减 ln 的极限。西塔 s 的素数乘积公式把数论和分析串起来，欧拉 phi n 函数，后来成 RSA 基础。M31失明后脑算21亿位数，死前还留下二次互反律的猜想。在图论和组合里，他留下了柯尼斯堡七桥变图论，骑士在8×8级盘上走遍，109讲过，还有36军官的错猜想，启动了组合设计学科，就是本集 M3。复变和分析中 ，e 的 ix 次方等于 cos x 加 i sin x E07， 讲过代入派5个最重要的常数一条等式 ，e 的 i 派次方加1等于0 E07 讲过。变分法和力学里最速象限106讲过，欧拉拉格朗日方程是变分法的基本式。106讲过流体的动量方程，109讲过三维转动的欧拉角，109讲过三体里有 L1 到 L5 5个平衡点，就是本集 M1。拓扑中多面体微简易加 F 等于2欧拉式性数卡1，后来变成拓扑不变量。109讲过，在76年的生命中，他发表了866篇论文，欧拉全集80卷，1911年起开编，100多年了，至今未完。对于欧拉的贡献，拉普拉斯1804年曾经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过一句：比所有概念加起来都更好记，读欧拉，读欧拉，他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事实上，18世纪到现在，每一代数学家都印证过这一点。E01迅即到议事终章，1707年巴塞尔出生，1727年底圣彼得堡，1741年去柏林，1766年回圣彼得堡，1783年去世。欧拉系列完。详细的数学推导其实在博客上都写好了，想看严谨证明的话可以去翻一下。欧拉系列完结1707到1783，76年866篇论文，时间观察者137。